明明确诊之后已经过了很久，但你还是觉得浑身不对劲，这里痛那里痛，总是感觉疲倦无力，甚至是焦虑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长新冠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染疫之后真的有办法完全康复吗？有人确诊之后过了好几个礼拜，发现运动一下就气喘吁吁，体力大不如前；有人则是发现了自己脑袋常常宕机，记忆力严重的衰退，别人跟他自我介绍，结果10分钟之后就马上忘记对方的名字。这些现象其实并不少见，在染疫之后，许多患者出现了长新冠，像是这个疲倦、脑雾或是心理疾病等等。究竟为什么会有长新冠？哪些人是高风险族群呢？又该如何治疗呢？在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大家有想要带水壶出门却因为包包塞不下而放弃的经验吗？你可以考虑这款能够卷起来塞进口袋的 Pato 口袋水壶，让你随时想喝就喝，外出带水时呢能够有更轻松减速的选择。水壶的重量只有3支药纸那么重，而瓶身的体积呢也可以随着需求变大变小，对喜欢背小包包或是不太喜欢带太多东西出门的人来说超级方便。而且水壶内部呢可以翻出来清醒，使用上面呢也不用担心发霉啊发臭，有弹性的材质不怕摔，很适合呢会手滑的朋友使用。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了解一下吧。一般人罹患 COVID-19 之后，大约在4周之内症状就会逐渐的好转，但有些患者在4周之后还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症状，像是疲劳、记忆力变差或是呼吸困难等等，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康复。有些人甚至拖了1年都好不了。而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就被称之为是长新冠，属于 COVID-19 后遗症的一种，也是一种不会传染的症状。目前各国对于长新冠的界定都不太一样哦，但根据 WHO 的定义，长新冠是在感染病毒后的3个月内出现无法解释的症状，并且这个症状持续了超过2个月。而根据研究，全球超过5亿的确诊者当中，可能有20% 到50% 的人都罹患过长新冠。那虽然说 Omicron 的患者这样子的比例更低一些哦，但也有5% 到10% 左右的发生几率。以台湾的状况来说呢，大约有30万人可能会罹患长新冠。另外，研究也发现，不少长新冠的患者当初都是轻症而已，并不是得到重症才会有长新冠，甚至有些无症状感染者也有出现长新冠的病况。那么得到长新冠可能会有哪些症状呢？有些人的状况主要是思考变得迟钝、记忆力不佳，工作的时候一直无法专注，也就是我们在新闻上面常常看到的脑雾。也有一些人反映他们会变得比较容易疲倦，或是运动一下子就喘不过气。原本以为这只是因为隔离太久没有运动，但后来发现这样的状况一直都好不了。其他还有一些人则出现了严重失眠、关节疼痛、嗅觉异常等等的症状，这些都是确诊之前原本没有的问题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根据各大医院回报的结果，目前看起来大家主要有9大类的症状，包含了像是掉发、红疹、焦虑、忧郁、失眠、脑雾，还有心悸、胸痛，都是长新冠的常见症状。染疫了之后过了那么久，理论上面来讲，不是早该消灭病毒了吗？为什么身体的问题还是会一大堆呢？关于为什么会出现长新冠，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生理机制，现在科学家们呢也还在努力的理解。但目前主要的推论呢，大致有以下3点。第一种原因是血栓和微血管损伤，感染之后身体的凝血功能发生问题，出现了许多微小的血块，阻塞了微血管，进而导致新陈代谢不佳，细胞受损，让人容易感到疲乏。而第二种原因是免疫系统异常，对于病毒入侵，身体的免疫反应过于的激烈哦，免疫系统呢自己攻击自己，导致不同的器官部位出现了长期的损伤。而第3种原因呢，则是持续的感染新冠病毒。在染疫之后，有的人没有真正的打败病毒，部分的病毒没有被清除掉，仍然潜伏在身体的其他地方，造成了长期的影响。而这些原因可能单独出现，也可能同时存在，才导致身体出现了复杂的病症。而这个方面呢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确定。目前有许多的报告指出，女性呢以及高龄的长者都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长新冠，而其中老人家出现长新冠的风险更是比65岁以下的族群高了2倍。另外，如果你原本有肥胖问题、抽烟习惯、糖尿病或是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，也都需要特别注意长新冠的危险。而即使呢你不是刚刚提到的高风险族群，但如果你在染疫后的第1个礼拜内出现了超过5种症状，像是头痛、疲倦、声音沙哑、肌肉酸痛还有呼吸困难，那么你出现长新冠的风险也可能比其他人高到3到4倍。好的，那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，那如果我打了疫苗还会得到长新冠吗？
之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疫苗是可以预防长新冠的。英国的研究指出，只要打了2剂疫苗呢，就能让出现长新冠的几率直接减半。不过最近也有另外一篇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。一项1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呢，接触过疫苗的人得到长新冠的风险只比未接种疫苗的人少15%，防护力不如大家预期的那么有效。研究团队指出，虽然施打疫苗还是可以减少长新冠引起的肺部并发症、血栓问题，但是呢，在肾衰竭还有肠胃以及神经系统问题上面，跟未接种疫苗的人比起来，并没有显著的差异。整体而言，疫苗可以有效的降低重症还有死亡风险，但对于后遗症究竟有多少的防护力，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才能够知道。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新的相关报道。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的是，得到长新冠该怎么办呢？目前我们还没有专门针对长新冠的特效药。那虽然有些科学家认为像是 Paxlovid 或者是莫纳皮拉韦这类的抗病毒药物非常有机会降低长新冠的影响，但相关的实验结果还没有出炉。对我们来说，如果要摆脱长新冠，卫福部建议呢，可以采取这个充足的睡眠、基本的身体活动，让身体恢复免疫力，加速身体的康复。而此外，压力管理以及情绪调试也很重要，保持社交联系、舒压活动可能都有帮助。也有营养师建议呢，可以采用类似地中海饮食的方法，多吃鱼类啊、蔬果啊，还有全谷饭啊，少吃这个甜食炸物，来减缓身体的发炎反应，改善后遗症。但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指挥中心表示，目前也有长新冠专门的治疗门诊可以寻求协助。如果民众染疫之后出现了很喘的等等的症状呢，可以到医院让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查看肺部有无纤维化等等，也会视情况提供对应的药物，帮助大家尽快的复原。那相信大家这阵子应该看了不少长新冠的新闻哦，看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，有点困惑。在新闻当中呢，得到长新冠的后果看起来都超级可怕，而且很多专家的说法又都不太一样。有的专家要民众提前准备，有的专家却说不用太过担心，让不少人觉得不知所措。有这些感受其实很正常，因为长新冠的问题才出现1-2年而已，就连科学家也还在尝试了解当中。像是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里面，就发现很多研究的结论都不一样。以打疫苗能不能减少长新冠几率这件事情来说，原本的资料显示，打完疫苗可以大幅的降低长新冠几率，但没有过多久，另外一份研究却指出，打疫苗对于预防长新冠没有什么效果，搞得大家好乱。但是呢，这其实没有谁对谁错，也不能直接说新研究推翻了旧研究，只是因为有太多的研究在同时进行，而每个实验的研究方法啊，还有研究对象都差很多，才会得出不同的结果。目前还有很多的研究在进行当中，而国外呢，也有团队表示，他们预计要耗费25年才能够完整的厘清 COVID-19 后遗症的影响。可以说，我们现在对于长新冠的理解才刚刚起步而已，未来出现新的发现、新的指引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不过，虽然资料还没有到最完整的阶段，但科学家们还是有努力的统整给大众一个方向。目前可以掌握的情报是，各国普遍认为疫苗打好打满，保持健康生活，维持免疫力，基本上不用过度担心。但如果真的还是很不舒服，影响到了生活，那就一定要再去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这一集呢就到这里哦。今天想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查，疫情还在延烧，大家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？我前阵子确诊过，但疑似有后遗症，还是不太舒服。比我前阵子确诊过，但现在已经完全复原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自己刚确诊不久，希望自己赶快康复。第一还没有确诊哦，努力保护自己，不要中标。以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如何面对长新冠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确诊怎么办，以及猴痘疫情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